共拥，淹没灿烂如花笑容，因一作痛，记忆被爱穿空，一道彩虹穿透昏暗迷惑天空，血泪交融，冷得让人激动，最深爱的面孔，隐藏着最深的惶恐，谁飞翔在半空，却让灵魂也失踪，谁把爱掌控，却让自己全都失控，一切成空，只让身躯负重，谁把爱操纵，却让自己永远失控，全是附庸，都被命运捉弄。这说话办事儿啊，不能光考虑对与错、是与非，还要看你怎么对，怎么错。嫂子，你这话我是越听越糊涂。如果这样下去，我看丽安你是待不住的。为什么？能说的具体点吗？话已经说成这样了，你还听不懂，那不可真成问题了吗？可是如果我按照你刚才说的那么去做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这任何对错不都是相对而言吗？那岂不是没有是非和道理可言了吗？反正我是这样看，任何事情它存在本身就是道理。对不起，嫂子，我时间到了，我得回去了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但是我不能接受。再见。哎，你还没吃饭呢，可以。你这个不孝的孩子啊，你怎么能让我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呢？儿啊儿啊，妈想看你，上哪儿去看呢？再也看不着你了。鹏儿啊，鹏儿，你这个不孝的孩子啊，你怎么真的让我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呢？妈以后再也看不着你了，儿啊！哎呀，往后的日子你让我怎么过呀？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要不是彭安平告诉我，我还真找不着你呢。哎，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到我家。好几天没见了，我也挺想他的。今天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让他来陪你聊聊天。但是今天一定要由我来掌厨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也为你的身体康复表示祝贺。那好啊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走吧。来，菜好了。来，这是给你的。呀，来就来，还买那么多东西？没买什么。哟，这么多菜呀！龙吉祥看不出来，你还有两下子。那你看，去洗手吧，马上就好了。为了庆祝你康复，今天我们得喝2杯吧。行，我去拿酒。哎呀，彭小姐，今天你一定得好好尝尝我的手艺。嗨，
保证你吃了上顿想下顿。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呀。姓吴的，你的鬼主意呢？我明白，你是不是想打青丽姐的主意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还用问我？荣吉祥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敢算计青丽姐，我可跟你没完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而且你不是也在算计一个人吗？我算计谁啊？真可遇啊！吃饭吧。行。我说的有错吗？既然是他反对的事儿，干嘛还要求我们呢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别光听我唠叨啊！你说的很有意思，我在认真听呢。我跟你说好啊，我这是在为你们冲锋陷阵，到时候别把我给卖了。瞧你说的，怎么会呢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上次我给你介绍过去那个白小姐，干得还顺手。精得很呐，你相中的人，哪还能错得了？要是感觉不好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给她换个地方啊。干脆调到分行去算了，给你当秘书嘛。行啊，啊，只要你觉得合适，那没问题。至于干什么，那就再说吧。你可要注意哦，人家可是结了婚的人啊。结了婚好啊，这汤就得熬过夜，那喝着才有味道，浓啊啊！董副行长，哎呦，赵老板，我在隔壁听见笑声就知道是您。哎，厉行长没来啊？没有啊，啊，你找他呀？那你给他打电话嘛。嗨，我打了，家里办公室都没人接。哎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梁行长，我还得再告诉你一句，这汤要是馊了，那可千万不能喝，会食物中毒的。他赵老板就是那馊了的汤。哎呦，杜副行长，你可真够损的。梁行长啊，你想想看，厉仲谋是什么人？整天神出鬼没的，他赵清丽能找到他吗？啊？易老板有电话找你。哦，诸位稍等，去就来。喂，谁呀？啊，志良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刚才啊，赵清丽到处在找你。怎么？我这么快就出院了？不就是打个胎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只是向你报告一下情况。哎，有什么事儿你先替我挡着，明白了？好，就这样。李老板，哟，
你怎么来了？嗨，你不就这么几个地方吗？这费什么劲啊？哎，各位，恭喜发财啊！啊，哎，来，童老板，接替一下厉行长，他都快要输不起了。什么？他输不起？哼，得了吧你！他的背后，银行。就个人能力而言，这个梁明志可算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你们二位看看，这是他们支行的存款情况统计，非常的漂亮。看来他还真是个人物。支行的存款中，梁明志居然拉到1半，了不起。可这检查结果和这报表大不一样。可月，不要再惹什么是非了，这样不利于我们立安的发展。李行长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觉得厉仲谋一直在利用你？没错，董之良才是他的铁杆。那你是什么？我啊，一块装饰品。我问你，你在乎副行长这个头衔吗？其实，我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做官。但如果一旦我失去这个位置，那我也就失去了施展业务能力的机会。可玉，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我不反对你这么做，但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你可以。你的意思是要劝我辞职吗？我劝你没有用，关键在你自己。其实我也不是说非要赖在这个地方不走。我只是觉得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开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别人怎么看、怎么想，并不重要。人言可畏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明白。问题是，我觉得你倒像是堂吉诃德，挥舞着长矛冲向风车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吗？你说的有些道理。可是，我心里不服气啊！我不想看着他们这么瞎胡闹，我更不想让银行遭受损失。那里面存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。可玉，我劝你不要再斗下去了，离开那个勾心斗角的是非之地。你和我，找一块属于我们2个人的小天地。过着快乐、安稳的生活。说心里话，你说的这些，也是我的理想。不过不是现在，现在我就是要亲眼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你真固执。我错了吗？你没有错。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，我肯定会支持你。不过，我会担心的。你真好，汉平，谢谢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既然我没有错，我绝不会回避。这些数字我都核对过了，没问题，你照着做吧啊。郑副行长，有急事儿，厉老板要我通知你马上去关阳支行，支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清楚，你赶快出发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黄包车。师傅，快去关阳支行。钱，给我们钱，还我们钱，给我们钱，给我们钱了。
李行长嘛，李行长，我是明知啊，情况不太好。这2天受时局的影响，我们这儿要求兑现的客户太多了。您知道，我们支行的综合生活有限，现在严重的出现了比例失调啊！再这样发展下去，我们的支行非是死路一条不可呀！按照您的意见，我们限制了兑现的数量，可是每天都有人来闹事儿，再这样发展下去，我真解决不了。你看，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我不是已经派郑可玉去关阳了吗？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吗？可是，您不是让我去上海吗？后天就得出发了，这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说梁明志，你怎么就这么木呢？郑可玉不是去了吗？他不是很有本事吗？你让他去处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李行长，谢谢。榆木脑袋，不开窍。罗马就是上不了阵。梁行长，你看，又是取钱。荣吉祥，一会儿由你出面，代表我，代表支行，要再三的向他们做解释。资金短缺啊，这是战争造成的嘛？啊，跟他们要说清楚，不是不兑现，只是兑现的时间早晚问题嘛。啊，要讲清楚以后，啊，请他们谅解。梁行长，我觉得不合适吧？我只是一个小职员。什么小职员？你是宣传部的头嘛？再说，这点小事儿，要我亲自出面，那不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你明白吗？再说，我还要马上出差嘛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儿从现在起，由你全面负责，全权处理。哎呀，梁行长，不是我不同意，我是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份责任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马上要走，急事儿啊，马上出去。再见，再见，行长。你们银行这样做，我们坚决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昨天说好的，为什么不兑现啊？为什么不兑现呢？就是啊，这可是个人存款，为什么不兑现？就是啊，为什么不兑现呢？请大家静一静，好不好？静什么静？快给钱吧！你算哪根葱啊？让你们行政出来给个说法。对，给个说法。各位，我叫荣吉祥，行长现在不在，这件事情呢，暂时由我来负责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，然后我去跟行长来反映，好不好？老虎不在山，猴子称大王。行长不在，你就给钱吧。你给钱？银行是不是要关门了？怎么能这样搞？关门也不行，关门也得给钱。对，今天不给钱，我们就绝对不走了。吉祥，怎么回事？可玉，不，郑副行长，你可来了，全都是要钱的，全乱套了。梁行长，诸位，大家安静一下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么吵闹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。目前，由于受战争的影响，银行的资金出现了暂时的困难，但是我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采取办法，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诸位，请大家先回去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会抓紧解决问题。明天上午，支行一开门，你们准时到这儿，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大家说好不好？明天，对，明天，就是啊，明儿再来，到明天去了。我向你们保证。老说明天没用啊。啊，都走了，走吧。啊，那就明天了。明天再来。谢谢诸位，明儿我一早就来。就是啊。
怎么会闹成这个样？我哪知道啊！你可算豆腐行长，我让荣记祥先应酬着，这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呀。你清楚，我们支行的钱不是让你和李行长花早了吗？现在出了问题，你让我怎么解决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厉行长不是已经让郑可玉去了吗？你就听话吧。回头呢，我再去问一下厉行长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啊，就这样。妈，都是老狐狸，想让我当垫背的。志良，哟，老板，您有事儿啊？您坐着，我给你沏茶去。不用了，你现在帮我去办一件事情。您说吧。这些本来都是梁行长的事儿，结果全推到我头上来了，这不是拿我当猴耍呢吗？这问题看你怎么看吧。未尝不是一次锻炼你的机会。还锻炼我呢？他梁明之躲的倒是干净，后天他就去上海了，一走10几天。我在这说话又不算，我这次真是骑到老虎背上了。是这样，你说，时局那么乱，他出什么差？别啰嗦，来，赶快跟我说说你们支行的具体情况。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银行没有钱兑现了，不给兑现怎么办？银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牵扯到那么多的客户，你怪不得人家闹啊，对不对？公司没有钱不能运转，老百姓要养家糊口，没有钱拿什么生活？你总得让人家吃饭啊。这样吧，你马上去把梁行长找来，认真研究一下。拿出具体措施，这问题啊一定得处理好。好，你先坐着喝会儿茶，我去找。有没有人啊？喂，你好，可玉，有人找你。找我。你好，我是郑可玉。哈哈，郑先生，是我，没想到吧？宋先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年轻人，我奉劝你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否则对你没有好处。宋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跟我绕圈子好不好？我没有时间跟你啰嗦，更没有时间陪你玩。哈哈哈，真有意思。你的脾气真够倔的，你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单。你认真想一想，你和孙兰的艳照怎么会落到厉中谋的手里？难道是童瑞林一个人干的事？你的意思是？哼哼，你以为让你到关阳是因为你的本事大？以后考虑问题要复杂一些。俗话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不能总是让人当猴耍吧？哈哈，郑先生，你也太单纯、太幼稚了。宋先生，喂，喂。给钱！给我们钱！还我们钱！给我们钱！给我们钱了！给我们钱！哎，诸位，刚才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？怎么你们又回来了？郑副行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大家已经商量好了，今天不兑现不会走啊！没什么可说，赶紧给钱吧！给我们钱！给我们钱吧！诸位，
即便是要解决问题，也是需要时间的吧？你们放心吧，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的。你们有点耐心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在这里等，什么时候给钱，什么时候再走。对，你们听我再说2句，好不好？别说了，张副行长，如果不给我们兑现，我们守在这里一直待下去。就是守在这里，答应给钱，不给钱我们就砸银行，砸银行，我们就砸银行，不给钱我们就砸银行。他妈的，说的好好的，让他们先回去，怎么又变了？我看呢，这中间肯定有人在挑拨，在捣蛋。搞不好啊，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给搞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我认为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谁不担心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一夜之间就没了呢？这还要什么证据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一猜就知道。猜测不是证据，我认为解决问题才是上策。这样吧，我回一趟分行，把这儿的情况向厉行长做一下汇报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事儿，它不仅仅是你们关阳支行的问题，而是牵扯到了分行的整体业务，所以必须妥善处理，否则立安会出大乱子。好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那你走了，这儿怎么办？不就是想闹事儿吗？让他泡着呗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真出了事儿，后果谁负啊？郑副行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你去分行，听听厉老板的意见。这事儿涉及到全局，我们支行做不了主。回来以后，我们按照分行的意见办。这儿呢，我让荣吉祥先应付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我的意见说过了，不再重复，你看着办吧。是北魏的货，不愧是稀世珍宝啊！在这方面我是下过点功夫的。就是打死我，也不敢给你送赝品啊！赝品怎么了？我就喜欢赝品。这本就是个赝品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是赝品，这确实是赝品。既然是赝品，确实不公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是啊，连赝品都不肯要，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？你去找董志良，赶紧把贷款办了。现在形势不妙，以防夜长梦多。你打过招呼了？你话多了啊，话太多了。黄先生，黄先生，干嘛去呀？好，尹小姐，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？我想请你去喝酒。哎，唱歌去怎么样？实在抱歉，改日吧。今天我有应酬。你可真够忙的呀，那就不勉强你了。对不起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啊，以后可真有你的好戏唱了。算了，我不用看了。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？这件事情非常清楚，还要我再看吗？厉行长，这件事涉及到分行的整体业务，如果不能正确的面对和妥善的处理，面临的局面就是倒闭。这也不是哪一个人就可以处理的。
问题是需要研究，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，否则老百姓就会闹事儿，就会造反啊！你去关阳干什么？不就是处理这件事情去了吗？现在倒好，把矛盾上交，把问题推到我这里来。气死了！不，李行长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这绝不是上交矛盾啊。那你看看，《新海日报》全都刊登了，还狡辩。听听，电台里边是怎么说的？各位听众，昨天我市利安分行又出现了挤兑资金的严重问题。听见了？关阳支行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新闻媒体通通都在指责利安分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梁行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奇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肯定是有人呐，故意把他捅出去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能瞒得了谁？你是分行的副行长，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。我叫你去关阳干什么去了？不就是把问题搞清楚吗？该办的事你不办，优柔寡断。厉行长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不是回来向你请示汇报来了吗？哼，问题严重了，事情闹大了，你现在回来了，真是办事不力，令我失望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看你也就是个理论派，一玩真的你就傻眼了。行了，你先停职吧，分行的一切事情你都不要再插手了。还有你，梁明之，你现在马上回到支行去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免你的职。厉行长，这事你不能这么处理啊！我不同意。厉行长，我马上就走，我现在就走。梁行长，董副行长，邓大主任，你们看这个贷款的手续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笔贷款数额很大，通过贵公司的账目反映，资产和效益都不太好，恐怕在审贷会上会带来麻烦。这样啊，我提个建议，抛砖引玉，点到为止啊。我觉得你们还是需要再做点文章嘛。哎，我记得你们的酒厂好像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呀？啊？哎，对呀，这一块的资产和效益可以列入报表吗？好啊，董副行长，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啊。尹小姐啊，目前我们的人手不够，你不但要把行政、办公室和后勤一起抓起来，而且从现在起，重点要发挥公关的作用嘛。一定要争取时间，在3天之内全部办妥，绝对不能耽误审批。董副行长，您看这么安排行不行？没问题。今天是周2，来得及。本周以前啊，你们务必要把你们的审贷报表交给邓玲，啊，不要错过下周1的审贷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哈哈，啊，一言为定。走，咱们喝酒去。走，对，喝酒去。来，请。哎，董副行长，你知道的，老兄啊是不胜酒量的，但是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啊，我有2点建议。第一，请尹顺琴尹小姐再敬3杯酒啊，我赔一杯。第二点嘛，3杯过后，请著名演员尹顺琴小姐为大家献上一段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
哎呀，实在是盛情难却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董副行长今天是特别的尽兴，酒也喝了不少了。我建议，董副行喝1杯，其他2杯由我代替，您说行不行？童老板。行，没问题啊。看来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哎呀，邓小姐是既爽快又海量啊！尹小姐，你决定吧。大家可真是高看我呀！既然这样，胆大不怕寒碜，那我可就是丑媳妇儿不怕见公婆了。不过我有个附加条件，那就是得请胡德彪胡副总奉陪3杯。童老板，你看怎么样？老胡啊，你说呢？好，好，那这样吧，我是自认爱罚啊，2赔1，喝6，喝6杯啊！来，干杯！走。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上一段吧。哎，来一段杜十娘选段《怒沉百宝箱》，怎么样？好。待会儿啊，我带你去一个热闹地方。啊？装什么装？哎呀，董行啊，你可是海量啊！哎，到了，就这儿啊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哎，董行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哎，童老板，你为什么让尹顺琴、郑玲他们先走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董行，贷款的事儿你来办，但今天晚上吧，你得听我安排。咱们去个好地方，那儿有漂亮妞，让你好好的享受享受。哎呀，童老板，哎呀，贷款的事儿啊，你放心啊。但是我也冒昧的说一句，你不能光考虑李仲谋的利益啊，也让我们这些小人物喝口汤嘛！啊，一定，你放心，老李算什么啊？你才是真正的朋友嘛！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吃块肥肉。肥肉，这也是礼尚往来嘛！走。童老板，怎么好几天都没见到您呢？朗儿想你啊，都快想死了。二老板娘，今天晚上你得把所有的漂亮姑娘都给我叫下来啊，把我这兄弟得好好的伺候好，要不然，我可就把你这窑子给砸了，明白吗？爷，看您说的，我这儿啊，除了兰儿姑娘，还有一位最温柔、最漂亮的姑娘小青，我给您呐留着呢。只要我兄弟玩好了，我今天晚上加倍的赏银子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老公，快想死我了！你怎么不早来啊？你等会儿，我今天晚上有贵人。来，董老板，请。两位请。是。行，你说这些情况，我需要了解，我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吧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事情的问题很严重。钟毛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前2年你分行工作搞得挺好的，可这2年呢，伤人、死人，资金大量流失，内部的问题成堆，是乌烟瘴气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董事会对你非常不满意。作为一行之长，我确实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太轻信人了，让周子成这样的人钻了空子。不，我不这么看。
我认为你的确有问题。张行长，你不要误会。不，这绝不是误会。周子成、李玉固然有他们自己问题，但是你敢说你跟他们没关系吗？啊？好了，回去吧。等问题查清楚以后再说吧。这个字儿嘛，我可以签。哎，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，聚一聚吧。哎呦，哎，哈哈，老胡啊，来，没事。哦，那个佟老板，我托人从上海给你带了城隍庙的小吃啊，很好吃的。哎，很好吃啊。佟老板，我有个想法。想和二位交换一下，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来，老胡里边来。哎，老胡啊，佟老板，坐。李小姐，坐。啊，佟老板。叶小姐，原来啊，受这战争大气候的影响，浅浅一声再见，转眼你我天的两边，相遇前两手空空如也。告别是一杯夫妻，一生罪孽。我相爱，我相爱，是天的礼物缠上命的束缚。我多想，我多想。永远的留在你羞红着脸，轻轻说爱我那一天。我想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日落前曾经说起的永远。你的爱在身边，而我一生在荒原。我相爱，我相爱，我可以奉上我的生命。我多想，我多想，却越不过红尘画出的情感边界。我相爱，我相爱，我可以奉上我的生命。我多想，我多想，却越不过红尘画出的情感边界。爱是天的礼物，缠上命。